杨子工作室更名清水镇回春堂开业版，期待今晚文小溜上线。杨子的工作室最近更名为清水镇回春堂，这不禁让人好奇，这是干嘛的？原来这是为了宣传杨子的新剧《长相思》。清水镇回春堂是《长相思》中的重要场景，讲述了一位医生的传奇故事。杨子饰演的女主角不仅拥有高超的医术，更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气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命运。故事发生在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小镇。清水镇回春堂位于山脚下，四周竹林茂密，小河溪流清澈。黄昏时分，夕阳照在回春堂上，照亮了整个小镇。在这个传说中药材神奇、能治疗疑难杂症的地方，住着一位性格古怪却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、热爱中医的年轻女医生。她是我们故事中闪亮、引领潮流的女主角。这位女医生名叫林心蕊，她继承了家族医术，精通中草药和针灸。她以温柔和善解人意而闻名于镇民。每当有人生病、遇到困难时，林心蕊总是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。然而，清水镇却并不是一个安宁祥和的地方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住着一个强大而贪婪的家族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发现了回春殿后面藏着一种珍贵而神秘的药草。为了得到这草药，控制整个小镇的医药市场，哪个家族开始打压和恶意诽谤回春堂。他们暗中派人散布谣言，说回春堂用的药材都是骗人的，并开始收买其他医院，排除回春堂在镇上做生意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林心蕊没有退缩，也没有放弃希望。她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证明回春堂的价值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医文化。她开始积极宣传回春堂，向居民讲解回春堂所用草药的功效和疗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心蕊逐渐赢得了居民的信任和尊重。她凭借精湛的医术，帮助了很多人，挽救了无数的生命。在她的不懈努力下，回春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声誉，成为镇上最受欢迎、最受尊敬的医院。长相思将以清水镇回春堂为背景，展开扣人心弦的故事。杨子将饰演一位勇敢、善良、充满正能量、对中医文化充满热爱和信仰的女主角。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治愈系列，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探索和表达。长相思这部剧的诚意在于演员，在于布景。杨子状态稳定。长相思今晚即将播出。作为一部古装女主的神话剧，杨子是这部剧的最大流量。导演眼光很好，选择杨子确实是对的。在试播片中发布了几个片段后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这部剧必须追。杨子的少女灵动真是让人心酸。二是男主角和配角一点也不马虎。张晚怡、邓伟、谭健慈帅气又深情，风格截然不同。除了演员的选择之外，剧中光影的运用也给我带来了极致的视觉享受。其次，画面中建筑物的布局在动态的光影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美感，画面制作确实很精致，船员很丰富。剧中的清水镇是我自己建造的，设计图纸历时6个月，施工耗时近半年。清水镇占地2万多平方米，看上去建了50多栋建筑。最浪漫的是提前1年撒下花种，这份诚意着实让人感动。假花假草确实会让观众看得很过瘾。导演说清水镇就像一个世外桃源，配乐轻快、活泼、热闹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视听感觉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和和谐。为了在剧中捕捉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特色，本剧的艺术总监和团队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看电影的时候，看到杨子在拍摄水下的场景，因为复杂度由于太高，我选择了干拍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吊威亚，水下特效是后期做的。这个演员的信仰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没有体力表演，但是漂浮在海里的感觉一定要表演。后期会调整海底的光影、折射、锯齿状水面的视觉效果。这个难度给演员和制片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，但也能看出这部剧尊重观众，不把观众当傻子，尽力还原剧中的一些场景。
我最近看的一个古代木偶戏，男主角跳下悬崖，他身后的背景就像是用绿幕直接切出的悬崖底部，没有光和影，也没有任何帮助，特效比早期的《西游记》要简单一些，观众很容易被一连串的问号连锁愚弄。剧中杨紫有好几个造型，我都很喜欢，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青涩的长纱身材，展现出她既有少女的青春气息，又有妖娆的能量。还有一个白色的造型，扎着头发，坐着弹琴，就像怀春姑娘为心上人弹奏，脸上挂着微笑。《长相思》主题曲邀请仙侠剧主题曲专家张杰演唱。从电视剧《青云志》到《沉香如片》再到《长相思》，这是张杰和杨紫合作的第4部古风 OST。一切不如你优美的歌词搭配张杰独特的嗓音，让人感慨良多。你不在那儿，风景再好也无能为力；你不来，世界再美好也是混乱的。似乎看到了这部剧中人物的爱与悲伤。我还发现这部剧的每个主演都有自己的主题曲，而且歌手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。郁可唯、胡夏、毛不易、赵雷、陈卓璇都是知名歌手。剧组确实舍得花钱。02，肖战新剧进入重量级年度榜单，网友直言太神奇了。众所周知，肖战作为一位拥有超强人气和热度的优秀青年演员，他的每一部作品播出后都会引起巨大反响，不仅拥有惊人的数据，而且还拥有非凡的人气。当然，肖战作品的高人气在各大榜单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在诸多重量级年度榜单中，演员肖战的优秀更是一次次得到认证。要知道，年度榜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肖战的作品榜单也是他作为优秀青年演员的人气和影响力的见证。此次肖战登上重量级年度榜单的作品是他的新剧《玉骨》，播出21天后，以最高值1848.4进入鹅厂年度榜单，比全年所有剧高出近200分。除了《玉骨》之外，肖战今年播出的另一部作品《梦中的大海》也榜上有名。或许很多人不明白登上鹅厂年度榜单的重要性。事实上，鹅厂年度榜是一份重量级榜单，体现了一部作品在1年内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吸引新人的实力。对于一部作品来说，上榜也是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体现，因此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。此外，当网友得知肖战年内播出的2部作品相继登上重量级榜单时，也直言演员肖战很会打戏，太牛逼了，太厉害了。从网友的评论中，其实不难发现，大家都为肖战在作品中不断收获新成就而感到高兴。当然，在国内影视剧行业蓬勃发展的今天，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演员，肖战不仅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秀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超高的口碑和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。毫无疑问，大家的喜爱和支持也将成为仍在努力的肖战的新起点。从这个起点出发，相信肖战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一定会达到更高的巅峰。03，星阳坝上荷花楼遭抵制，程毅皱眉瞪眼吹口哨劝观众离开。江湖武侠、悬疑侦探、幽默、中国式恐怖，这些是荷花楼演员和剧迷的评价。在影迷心目中，荷花楼没有什么魔幻和多余的地方，都经过滤镜，演员们也愿意努力还原原著，不会成为暑期大热电视剧。然而事实是，荷花坞前6集在微博和某平台上收到了不少差评，除了演员和粉丝的洗白和吹嘘言论外，剩下的都是对节目的批评和指责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和讨论。近年来，古装悬疑类型的好作品不多，名气较大、质量较好的只有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和《大唐骑士录》。荷花楼开播前，演员和粉丝就武侠、悬疑等关键词进行操控和评论。此外，剧组前期发布的武打场面干净利落，让观众看得酣畅淋漓，直接提升了观众的期待值。这种高期待等到了荷花楼的播出，但由于剧中饰演李香怡的演员程毅表现不佳，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，都让路人观众感到不舒服，劝退了一大批潜在观众。结果莲花坞在各个平台上都收到了差评。
剧玉主创和投资方原本以为芙蓉楼能够像少年包青天、神探狄仁杰一样，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古装悬疑剧。他们甚至推动该剧在 CCTV8 播出，定于晚上9点30分第2黄金时段播出。原著《荷花楼》中，角色李香怡在失去引以为傲的一切后，并没有发疯，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衣衫破旧、嘴角挂着迷茫笑容的温柔少年李莲花。程毅并没有发挥出李香怡的独特气质，反而给人一种浓浓的女人味。从她的一举一动中不难看出，程毅竭尽全力让观众看到一个帅气有男人味，某些时刻又有点活泼轻狂的李香怡。除了皱眉瞪眼的表演让观众难以接受之外，最让观众劝退的就是程毅吹口哨的嘴巴。早在《琉璃》中，程毅就因为吹口哨劝退了少部分观众。这种现象在《沉香样》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。即使程毅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光是他那一张仿佛吹口哨的嘴就让观众大呼好戏，他也因此被称为口哨哥，至今仍未摆脱。荷花楼中，程毅再次因为吹口哨说服了观众。网友调侃他明知道嘟嘴会被砍鸡嘴，吹口哨，但他却没有纠正。观众的脚趾都尴尬了，恨不得把程毅从画面里拉出来打他一巴掌。当然，程毅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，那就是他没有使用配音，而是纯粹用自己的声音诠释了李香怡。尽管他的湖南口音很重，将余秋霜称为余秋霜也让粉丝感到放心。